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8月7日，星期五。那么昨天我发了视频以后呢，有很多网友来讨论、来留言，我觉得很有意思。那么其中呢，有2个话题呢，我想在今天重点聊一下。首先呢，就是有一个网友他说，难道一定要有技能，一定要有钱，才能在欧美生存下去吗？有那么多非法移民，这次西班牙大赦，对吧？他们也能够留下来了。那么还有呢，就是有的网友就说100万人民币因为我昨天的这个视频里面说到，我的这个咨询我的人，他只有100万人民币了他如果这个100万人民币，差不多就是13万美元左右吧，对吧？那如果投资美股每年从美股赚取收益，能不能在西班牙就生活下去、生存下去那么这两个问题呢，我们就今天讨论一下，展开讨论一下首先呢，我先说第一个问题。其实每一个来移民的人包括我自己，就我当时移民的时候，我也想过这种问题的，就是我看很多还不如我的人他不一定有技能，他也不一定就是钱一定比我多他说不定还比我年纪大一点，或者说我觉得他没什么文化，也没什么学历，为什么他也能来，他也能生存下来了？我怎么不能？我肯定能，是吧？所以其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种想法，但是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就是其实这些人他真正过得什么样，你其实并不清楚就我们只看到的是有一个 IP 有一个人他在这里发言了什么，或者他说他过得很好，或者说他过得不好，但真正他到底过得好不好，其实你是不知道的，对吧？那么就像我们看到很表面的东西，说这次西班牙大赦有100万人提交了但是到今天就到8月7号，通过率是多少呢？有多少人真正已经拿到了那个居留卡呢？很少很少很少，这个数字少到就是你不敢相信就基本上我看到网上这个中文媒体里面，就是这种平台大家交流的，就大多数人我都没看到有人说我已经被批了。那我当时我也判断，我说这个东西最少要6个月虽然他们说什么1个月才是多久就会给你加速，但是我说这个东西至少要6个月就这是我长期以来就是我这个通过经验的这种判断，对吧？并且呢，其实它的这个政策呢，我觉得阻力太大了就像那个前一段时间有那个摩洛哥很多人游泳游到那个西班牙的一个飞地，对吧？就是说在西班牙，在靠近非洲的这样的一个土地叫休达那么很多人就游过去，当时他们也其实是看了什么大量的这种宣传，比如中介跟他说，游泳到西班牙是那个可以获得居留的，不会被遣返，因为为什么？因为有西班牙的法律有说什么，只有就是陆地上的这个领土这个是要遣返，然后海上它没有这个领土，就他们受了这种宣传当然了，肯定也有说到了西班牙就到了欧洲，到了欧洲还怕没吃没喝，过不下去嘛。所以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听了这样的一种表面上的宣传，然后他们真正的来到了这个西班牙以后当然也有一些人在路上就死掉了被海水淹死了还是怎么的，还有一些人他们到了以后，其实现在已经有一大半的人都回去了，因为他们来了以后发现大家并没有欢迎他，是吧？就商店也不开了然后
饭店什么都不开了。啊，有的人还挺有意思，他说我有钱啊，他说我口袋里有点钱，我不是纯粹想过来，就是免费去拿的啊，因为有很多人他们就直接看到饭店或者是商店里面，他们就直接冲进去就拿了，也不付钱，对吧？就拿了就跑。那有的人他说我有钱啊，我只是想过来，就是留下来，因为我们的失业率很高，找不到工作啊。他说我发现我有钱，我也没办法用了，因为大家都害怕了，大家都把门关起来了。而同时，在这个事件发生了以后呢，欧盟内部20多个国家就开会啊，像什么意大利啊、法国啊，都还有一些国家，就是他们德国啊，就强烈的这个反对啊，说什么这些人万一跑到欧洲，我们这些国家来怎么办之类的啊。但其实就这个事情呢，就是对于移民政策的这个阻力啊，不是像我们表面上看到的，其实它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因为西班牙这个休达它这个地方，它其实不是一个申根条约里面的，就这个地方它是不能直接跑到就别的国家去的，他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啊。当然，这个是西班牙的那个外交大臣说的，他说这些来指责我们的人，其实我们也受到了攻击啊。这些人跑来了，那你们不帮忙也算了，还对吧？就是拼命指责。那这个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是吧？是在政治上的这种一些原因，还是纯粹就这个事件，对吧？所以就是我觉得很多这种负责任的说法啊，就是你真的你说你在一个地方你没钱，你没收入，你没技能，你没语言，你怎么生活嘛？这个完全就是在一种乌托邦，就是脑子随便一想，对吧？就是觉得不负责任的这种说法啊。那事实上，其实要查很多很多数据什么的，很多很惊人。就像那个来这边很多的移民，他们已经是掌握语言的，因为来西班牙很多移民他们是就是南美国家的，本来就讲西班牙语，他们已经掌握语言，并且他们原来在各自的国家，有的还都是做医生啊，我还认识一个人做什么教育局的啊，反正就是也是有这个大学学历的，有文化的，但是他在那里的文化、那里的学历不被这边认可，那么就很难啊。当然，他们的后代就2、3代以后，有的人确实现在也过得还可以，但他们那一代就很难。然后你说他现在的那一代过得还可以，那其实也是他们因为没有积累的嘛，所以就是他肯定比本地人还是过得要差。就我认识一个人，他也是他的父母他已经来了好几代人了，然后就他们现在整体的还是租房子住，就好几代人了，就到他们这一代，那这个其实算是比较少的，对吧？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你没有语言、没有技能，或者说什么的，真的是太难了啊，这个事情。那么再说说第二个吧，第二个就是有人说呢，这个100万人民币啊，就差不多我说了13万美元左右，他如果投入美股，能不能在西班牙这么生存下来？那么其实，在西班牙，你一年，如果你在有房子，就你的房子是自己的，你不用付房租的情况下，因为房租这个东西是，你说最低从500欧元到上限什么2000欧元，甚至更高，对吧？这个是一个没有办法平衡的一个数据啊。所以就是说，如果你不用支付房租，你自己有房子的情况下，
那你一年的话，一家3口吧，我觉得你花个2万到3万欧元，差不多是就2万稍微紧一点，3万你就手头也没那么紧，对吧？就你有时候出去吃吃饭啊，然后买点衣服、鞋子什么是没什么问题的啊，就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消费能力。那么2万到3万欧元，你要对应美元的话，你要现在的汇率，那你差不多还要再涨个10%以上，是吧？那你差不多就等于是13万美元啊，你每年最少你要获利10%以上。那如果说你手头上你有200万美元，200万人民币，就是说你有26万美元，然后你只用13万美元，你去这个投资美股，那么这个事情的成功率就高很多啊。因为股市它不是一个说你可以稳定的，今年你就赚10%，明年赚10%，后年你也赚10%，它像这个储蓄一样，对吧？就没有人可以这么保证，因为市场是不可预测的。就是说你有可能今年你能够翻3倍啊，你投资10万下去，一下子今年翻3倍变成30万。但也有可能你今年投资下去，你还亏了20%、30%，你就13万，一下子就少了30%，就变成只有10万了，对吧？这种都是有可能的。那如果说你只有这个13万美元，那你全部投下去了，你平时生活消费怎么办？就是你平时还要每年你要花个2万3万欧元，对吧？那这个就不行啊。所以就是我觉得可能的情况就是你至少要有3年的，就是你3年的你这个每年的消费储蓄，对吧？比如说你有这个6万欧元啊，你只是用于3年消费，就是说我节省一点最低消费，然后呢，我还有10几万欧元我去投资啊，然后那如果市场真的不好了呢，我也可以等待，对吧？那这个可能性呢就高一点。当然啊，就是这个也已经你要有非常非常好的投资技巧啊，因为一般来讲，散户很难从市场中赚到钱，或者说持续的赚到钱啊，因为嗯，因为就算大部分的人他手里他现在有这样的一个钱，他也不敢把这些钱全去用于投资。那我指的是他其实已经有生活费啊，就是他还有多出来这部分钱，大部分真的有这些钱的人，他也不敢去投资。这个因为我自己身上我也是亲身经历的啊，就是说你，就像我现在吧，啊，比如说我拿那个2000美元，去年一个11月份一个账户啊，我到今天最高的时候有18000美元，对吧？那差不多翻了9倍。但这个当时我说了，就不是一个我所有的钱，这就是一个我当时想买一个手机的钱，所以我也没有太大的压力啊。那我这个投资就投资，对吧？那这个如果它的数字放大啊，如果说这是我很大占比的一部分钱，那么我也不敢这样去投资，因为为什么？因为做决策，然后思考，包括想怎么样的收益率，或者说对这个市场的判断，就肯定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啊，并且就是也不敢就是把这个钱全部投下去的。就比如说我的大的账户的进展，就比这个小的账户肯定是不能比。那如果说我大的账户也能一年这么翻这个8倍，
那不得了了，对不对？那我现在已经财富完全自由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没有办法解决，这个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因为如果你全部压上去了，你就不是投资，你在赌博。赌博的话，就真的就是有可能会有你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其实总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啊，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事情就没有人会这么做，有这么做的人，结果也很倒霉，也很惨啊。那么，所以我说就是，如果只有这样的一笔钱的话，那么你是不可能的啊。你除非就是说你拿一半，对吧？你拿5万来进行投资啊，然后你其他的钱你放在那里，但是5万所投资赚来的收益远远就是达不到每年生活的这个费用啊。就我觉得十几万美元，然后再加上非常好的技巧，再加上市场给力啊，运气不错，那么你确实你能够就是生活下去，这没问题啊。就你运气好的话，但是五万肯定是不够的啊，就5万美元的话肯定是不够的。所以这个事情呢，它不怎么靠谱啊，除非就是说你的资金还要更多，比如说你有30万美元，你有50万美元，那么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成功率就高很多啊，可能有80%、90%的概率，你能够靠这个投资理财这么生活下去啊。13万美元成功率低于50%啊，我还是说了比较保守的啊，应该来说50%都没有，就很难啊，因为你要处理心理上的变化，你要对这个随时可能发生问题的市场变啊，而且就是因为大部分的人其实他没有这方面的经历啊，所以对他来讲难度其实还是很大的。好吧，那么今天这个就先聊到这儿啊，也欢迎大家参与讨论。